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正统邪教。今天有这样的一群基督徒，他们觉得自己所在的是一间所谓正统的教会，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优越感。犹太教不认识耶稣，回教更是非常的邪恶，天主教是拜偶像的，东正教更是乱得一塌糊涂。他们觉得自己所在的是基督新教，新教是最符合圣经的教派，甚至只有基督新教才是得救的信仰。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真的是很可怜，而我们是一群神所拣选的族类。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神特别的爱我们。可是新教徒们是否偶尔会冷静下来想一想，我们真的活出生命了吗？我们身上真的有神荣耀的彰显吗？我们算是与主同行吗？还是说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讲，我们似乎对信仰还说不太清楚，或者我们与外邦人辩论的时候一下子就变得笨嘴拙舌了。所以我们现实中必须要面对的就是，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些教会，他们虽然打的是正统教会的旗号，而其核心的内容却是偏离圣经真理的，或者说是抵挡神的。这些教会建立在撒旦的谎言之中，而其中的信徒们却一直在蒙蔽之下，却还乐在其中。所以我们给这些教会一个统一的名字，正统邪教。虽然今天的话题有一点惊悚，但是实在找不到更适合的题目了。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题目几乎都带着谩骂或者污秽的言语。算了，我们还是使用文明一点的语言比较好。说他们是邪教其实一点都不过分，甚至张口骂人我都觉得不为过。只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说道理，不能只是为了骂而骂，或者只是为了说而说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捋清思路，我们应该回到圣经中，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分享基督信仰的频道。不管什么话题，怎么能离开圣经呢？我们坚决不能变成一个世俗的福音频道。那些利用娱乐、体育、财经、政治新闻作为噱头，然后强行的在圣经中找到一些线索来背书，我觉得这是实在不应该的。什么从圣经的角度看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其实这类的节目已经预设了立场，圣经只是他们拿来作为引证的。我们说回到圣经，就是强调圣经中在说些什么，而今天人们往往把焦点放在我想要说些什么。所以我并不推荐大家收看这一类的将圣经联系当下时事的网络节目，或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某某现实问题的节目。因为当我们还不了解圣经的时候，这些网络节目对于我们学习圣经几乎没有什么帮助。更不要用圣经去做什么预测。圣经并没有预测俄乌战争发展的功能，也没有推测下一步以色列怎么打伊朗的章节，更没有预言川普总统接下来要做什么的经文。圣经是我们认识真理的地方，并不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过去都发生了什么，这样我们才能引以为戒。而事实上，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，导致今天同样的事情仍然在不断的发生。传道书1章9节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
无心事。可慕的人今天不在少数，败坏的人现在仍然很多。邪教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，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使用不同的方式存在。有的邪教做得正大光明，有的邪教却隐藏得很深。我们需要把这些错谬的东西找出来，并且明白错的根源在哪里。所以说，即便大家都是看同一本圣经，有的教会教导的是纯正的道，有的教会却是为你打开的是去往地狱的门。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批非常敬虔的人，同样也有打着敬虔的旗号，其实却是在亵渎神的人。提摩太前书1章13节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毁慢人的。然而我还蒙了这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说，他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毁慢人的。因为保罗是抓捕基督徒的先锋，也许最早的一批殉道的基督徒领袖就死在保罗的手中。使徒行传26章第10节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。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。出名定案的意思就是保罗投了赞成票。这些基督徒被杀的时候，保罗很可能是犹太公会的成员，有投票的权柄，也就是决定人生死的权利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是杀害这些基督徒的罪，他也有一份。保罗不仅抓捕基督徒，而且还严刑拷打基督徒。使徒行传26章11节，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，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城邑。身为法利赛人的保罗有权柄对基督徒用刑，而且还强迫基督徒说亵渎神的话。犹太地的基督徒忍受不了保罗的迫害，纷纷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然而保罗并没有想放过他们，保罗组织人马千里追击，直到外邦的地界都要抓捕基督徒。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你对当时的保罗是怎样看待的呢？保罗在成为使徒之前怎么会如此的不堪呢？使徒行传21章39节，保罗说，我本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。基利家是罗马时代一个行省的名字，这个省的首府城市就是大树。这里不仅是一个商业重镇，还是罗马时期的学术中心，所以保罗算是大城市出来的人。使徒行传22章第3节，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保罗出生在大城市，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而且保罗是加玛列的门徒。按照史学界的记载，加玛列是当时最著名的2位犹太拉比中的一位。也就是说，保罗从小上最好的学校，长大以后上最好的神学院。无论从出身还是学问，保罗都是当时犹太人中的佼佼者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当时犹太人中间的杰出青年，却成为了抵挡神的急先锋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保罗这么聪明而且有学问的人，
怎么就成为迫害基督徒的罪魁了呢？有一句话叫做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。年轻的保罗学业有成之后，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法利赛人，而且是犹太公会的成员，所以保罗身边几乎都是法利赛人、文士以及撒都该人。由于当时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大，犹太公会觉得如果这样发展下去，将会严重的影响公会对于犹太人中间的掌权。虽然这些撒都该人、文士、法利赛人都是宗教人士，理论上他们应该是犹太人中间的信仰领袖，也就是说，犹太人是教会的会众，这些信仰的领袖是教会的牧师。对比现在，撒都该人应该是算是什么总会的主席，文士、法利赛人应该算作什么总会的干事长之类。如果对比天主教来说，大祭司应该算是教皇，那么其他的撒都该人、文士、法利赛人算是枢机主教。保罗当时至少是一个红衣主教的身份，甚至很可能也是枢机主教。这只是一个对比，请天主教的弟兄姊妹不要多想。然而这个时候大祭司出了问题，大祭司从政治权力的立场判断问题，而不是出于神的指引。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的。保罗每天所接触的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看似最敬虔的一群人，但是这些人却说耶稣是假的，说没有复活的事情。保罗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下，每天都在接收错谬的信息，所以导致他的判断出现了问题。罗马天主教在中世纪发行了赎罪券，这是教皇亲自昭告天下的，而且后续的几任教皇都在努力地推动这件事情。在宗教领袖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整个系统自然会发生严重的偏离。如果没有马丁路德的出现，天主教可能会闯下更大的祸患。可即便马丁路德作为宗教改革的先锋，他自始至终也不希望脱离天主教，而且他的很多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。马丁路德反犹主义的7个观点，至今让人看了仍然觉得不寒而栗。烧毁犹太人的学校和会堂，摧毁他们的房子，毁掉他们的书籍，夺走他们的财产，禁止他们在路上行走等等。没错，这就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想法。您觉得说这话的是不是很像那位臭名昭著的阿道夫·希特勒呢？今天你的学识和眼界对比保罗如何？对比马丁路德又如何呢？他们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封闭了信息，以至于对信仰的认识出现了偏差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认为自己会做得比他们更好吗？当撒都该人不断地说没有复活的事情，当法利赛人不停地讲行为称义的重要性，保罗被这样的信息迷惑了。他不相信耶稣是真的，他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。今天的撒都该人是谁？法利赛人又是哪位呢？可以说，今天的教会文化下仍然有大量的撒都该人、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所宣扬的依然是老生常谈，但是今天的会众似乎更好愚弄。今天有多少牧者的讲道可以让你眼前一亮？今天有多少教会可以让你委身一生呢？
如果你身处一间还不错的教会，希望你能够珍惜。如果你觉得所在的教会只会让你的灵干涸，求主为你开路。而我们愿意做的就是那个冲破教会文化的罪人，因为真理就是真理，真理没办法妥协。如果作为牧者你却没有宣讲真理，那么我们就是那个抵挡你的人。原来如此，我们下期见。